Hello， 大家好，皆さんこんにちは。这次影片我们来到了冲绳。冲绳的话，总是给人夏天来玩的印象。但其实每次夏天来玩的时候，不仅游客超级多，饭店也非常贵。这次我们就反其道而行，在朋友的邀约之下，我们在10月底的最后一个周末，来到了冲绳那霸。打算来看看进入秋天的冲绳是不是一个适合旅游的季节。原本以为已经过旺季了，应该不会很多，这已经10月底了。明明机场人就超多的，对。上次我们来冲绳的时候是去年的8月份，那时候真的超级热，中午时段完全不会想要在外面走。这次一出机场之后，天空有点阴阴的，感觉还快要下雨的样子。虽然天气预报看起来还算 OK， 但还是有点担心。原本就没有什么计划的我们，决定去一个搭单轨列车就可以到的室内景点。应该从这附近。这里啊，这里的3阶啊，同一栋的3楼啊。哦。对啊。对，青木拉博就在它的免税店的3楼。我们先去青木拉博，然后有时间再逛这个里面。因为没有安排什么行程，所以在机场看到青木拉博的广告后，就决定直接买票过来看看。意外的发现，冲绳的青木拉博比东京的票价还要便宜非常多。它的设计路线就是你一定要绕一圈免税店，来的话要先买票哦。大家知道我们是什么时候买票的吗？10分钟前。我们在机场看到介绍，然后因为早上没有什么行程，就直接决定来了。有一种童趣，对吧？嗯，是之前没有的风格。こんにちは。虽然说冲绳的青木拉博内部应该是比东京还要小，互动区也很多，有触碰萤幕，也有绘画区。如果是带小朋友来玩的话，应该蛮适合的。这是金子，这是软纸，这是受精卵。还蛮喜欢它里面的设计理念，比较童趣的感觉，加上有英文和中文的作品解说，翻译也很到位，不管是大人或小朋友都蛮容易理解的。啊，不是啊，那是象形文字啦，我看懂了啦。那象形文字掉下来的地方就会出现那个东西，所以这边会有火。对吧？这有木头。哦，全部都跑出来了。冲绳的青木拉博和免税店是在同一栋大楼，免税店里面的品牌也蛮齐全的。如果真的遇到下雨的话，是一个还不错的沙石点景点。这个位置其实选得很不错。如果有夫妻一起带小朋友来玩，然后刚好老婆想要买包的话，就可以请老公带小朋友上去看青木拉博，然后自己再慢慢去逛街。这样想起来好像可以。来到
冲绳最重要的就是要吃美式食物。前一次我们吃到了美国也有的 AW Burger， 这次我们来到另外一家靠近国际通、评价非常不错的水果汉堡店。看得懂吗？它最大的特色就是把美式汉堡和水果一起做结合。这边吃到的凤梨汉堡真的超级好吃。如果不喜欢水果汉堡的，它有一般的特制汉堡。如果敢尝试的话，它还有香蕉或者水蜜桃其他的选择。因为里面有加凤梨的关系，整个酱汁会偏甜，跟它原本的肉排合在一起吃，这个非常赞。吃完午餐后，天气也放晴，我们就顺势在国际通附近走走逛逛。原本以为这个时间点游客应该不会太多，但其实国际通大道上还是非常非常热闹。这是他们的传统市场，这是观光客来的还是当地人来？我都看不懂。战车哎，Semi AB 鸡，吃过那个这么诡异。Pinky，这里有 Pinky 耶。这次的冲绳旅行其实决定得很临时，主要是跟好久不见的朋友一起相约，加上朋友带小小孩的关系，所以我们找了一间可以方便用餐、方便互相照顾，也可以叙旧聊天的饭店。而这次选择的是冲绳那霸凯悦饭店，但是在预定的时候选择了可以进入酒廊的方案。只要是预定酒廊方案的话，在入住的时候就会被带到18楼的酒廊去办理入住手续。这天我们抵达时间因为比较早，房间还没有整理好的关系，我们就顺势在酒廊里面喝杯小酒，喝杯咖啡，再吃一点小点心。这个是我想要做的，是这样子。哦，没错，就是这种时代感的设计，时代感的味道，不过很宽敞，非常不错。把它拉开吧。现在把它拉开。我们来看房间，将窗帘拉开，其实很明亮的。一定是有重新装潢过的啦。虽然风格还是比较复古一点，但是很干净，这感觉就是有整理过的。然后虽然不知道墙上挂什么装饰啊，珊瑚、水母、哈士之类的。然后这里有个贵妃椅，方面称不上有什么景啦，因为就是市区这边交通很方便，搭monorail，然后穿过市场走过来就到，其实很方便。下面那个应该就是市场。但就是老市场这一区，就是屋顶看起来就是没有说很漂亮这样子。下面 Cadle mini bar 有一点简单的东西。哦，说到 mini bar， 最近的 Konbini 要走个3分钟左右。这有什么东西吗？会放一些不一样的，这是冲绳才有的东西。我利用 B 的。接下来看浴室，干净，备品放得很齐全呢，都有。然后这个 DHC 的脸部保养组 ，Panasonic， 摸这个形状我就觉得是。蛮干净的，而且也没有什么那种有时候会比较有潮湿的味道，它也没有。这应该很香，可以期待一下。傍晚的 Happy Hour 从5点开始提供，餐点的内容算是非常的丰富，有意大利面、猪排三明治、烤牛排等等，也吃得到冲绳特产海葡萄和山苦瓜。酒类的选择也蛮多的，除了有提供生啤酒以外，红白酒、各种洋酒、烈酒，
还有冲绳的泡盛都有。蛮加分的是它的酒廊里面的座位规划，它有分成2区，主要这一区是比较适合多人数或是带小朋友可以一起用餐的环境。那另外一侧的话就是比较大人感的酒吧，晚上还会有钢琴演奏，气氛非常好。不管坐在哪一边都可以享用酒廊里面的餐点。隔天早上，我们一样在酒廊用完早餐之后，再度踏上冲绳美食之旅。除了汉堡以外，牛排也是冲绳非常代表的美食之一。我们这次来到的是 Jack's Steakhouse， 外表虽然不起眼，但是那霸市区老字号，而且评分非常高的牛排店。虽然知道它评分很高，但是我们没有料想到有这么多人在排队。但其实大概只等了20分钟左右，回转速度比想象中还要再快一点。餐点的内容其实和夜市牛排非常像，除了牛排本身以外，也有附沙拉和玉米汤，还有面包或者是饭可以选。那牛排的话，有菲力和纽约客2种部位，整体来说还蛮不错的。尤其是他们自制的牛排酱超级好吃。不过如果考量到价格的话，台湾的夜市牛排还是大胜。那霸市区的景点除了国际通之外，另外一个有名的景点就是赖长道。因为位置靠近机场，可以看到飞机起降之外，又可以看到海。加上有非常多有趣的店家都聚集在这边，是来到冲绳大家都会来的地方。而我们第2天的饭店就是选择在赖长岛附近的 Storyline 赖长岛，它是今年4月才开幕的新饭店，设计的非常有海岛风的感觉。最大的特色就是这里也算是一个懒人饭店，里面有游泳池、SPA 温泉，还有免费饮料等等。不过最棒的就是它的房间真的非常漂亮。我们来看一下这次的房间，是一个纯白色的感觉，超美的。它是整个细长型的，最里面这边是床铺，它把2张单人床并在一起，这样整个超大的。然后外面这边好了吗？会。可以直接看到海，但其实还有写说不建议开窗，因为毕竟是有蚊虫啊、蚂蚁啊，甚至鸟啊之类的，不建议开窗。这个房间我最喜欢的一个地方是这个客厅区，有没有一种 IKEA 的那种展示空间？有没有？在这边吃饭，真的很棒哎！水龙头跟这是烤箱啊。垃圾桶，哦，这些餐具组、杯子、盘子、烧水壶跟得锅，这边还有哦，上面是微波炉，因为有微波炉就超方便的。然后这边是它的冰箱 ，Okinawa 的好喝水。进来的入口这个地方有一个置物区，置物区这边它还有放一个这个泳池包，这个包包本身呢还蛮好看的，是有在卖的哦。这个饭店比较特别的是，它的楼上8楼有一个泳池、温泉的比较娱乐设施都在那边。那如果要去那边的话，就可以直接把这一包背过去，就比较方便。现在就放2条浴巾。
这样背起来有没有？就可以直接去，就很方便。这我刚好瞄到它有一个睡衣，上面应该是有一种海岛感嘛，度假感，整个很美耶。牙刷什么都有，其他的备品呢，可以在柜台拿。比如说，它有一些雪肌精的卸妆乳啊、化妆水、化妆棉之类的，还有泡澡的浴盐，这都是在楼下柜台旁边可以拿的。房间内部有小客厅和小厨房，还有微波炉跟冰箱，非常加分。但附近其实没有超市。景色的话，还可以看到海，整个超疗愈。接着我们来到8楼看饭店的其他设施，它总共有4个区域 ：Sky Room、泳池、SPA 温泉和健身房。在 Sky Room 这里有提供饮料和点心，然后晚上5点到10点还有提供各种免费的酒类。10月底的冲绳天气，即使下水玩也不会太冷，虽然风有点大，但晒着太阳也蛮舒服的。这天的住客其实还蛮多的，但设施整体并不会到非常拥挤，一边玩水一边享受冲绳的美景，真的是蛮推荐的。饭店的位置和赖长岛海丰露台其实非常近，所以这天晚上我们就来到这里觅食。我们赖长岛已经3次，这次是第3次，但是第1次住晚上的时候来。其实蛮推荐晚上住在赖长岛，整个氛围超级 chill， 然后还有夕阳可以看，晚上又可以来这边 terrace 走走看看，相当不错。整体感觉起来游客还是很多，但是除了最知名松饼店之外，其实大部分的餐厅都是有空位可以直接入座。最后我们选择来到一家意式餐厅，吃到了超级好吃的薄皮披萨。这个季节即使坐在户外也不至于太热，再次觉得10月底来到冲绳真的是还不错。早安，最后一天我们要来去吃早餐。饭店早餐走的是一种野餐风，房间里面会放着野餐篮，在早餐时间的时候可以去1楼领取餐盒和其他的餐点。主餐的餐盒有3种可以选，另外还会附热汤、薯条、饮料和小蛋糕。原本的用意是除了在大厅吃以外，也方便住客带回房间慢慢享用。但在天气好的情况下，我们选择坐在阳台的座位，一边吃早餐一边聊天，整个还蛮惬意的。原本以为10月底来到冲绳天气会有点冷，但实际来了之后发现游客不仅相对少，饭店的价格也很划算。天气的变化虽然不能预测，但是气温来说比夏天来还要舒服非常多。短短3天2夜的小旅行，最后我们再次来到赖长岛海丰露台。这天刚好有办活动，加上靠近万圣节，整个非常的热闹。赖长岛的位置非常靠近那霸机场，搭计程车前往机场的费用也不贵，是除了那霸市区之外很推荐的住宿地点哦。如果下次想要来冲绳玩的话，也考虑这里看看吧。那么这次影片就先到这边，下次再见喽，拜拜。依旧。